如果没有中国的出口，美国人不要说什么感恩节、圣诞节，就是连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用品都没有地方去供应呢。所以这一份法律等于是把美国供应商逼到了墙角。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巴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国会通过法律禁止新疆产品。12月17号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法案，把一份所谓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送到了美国总统拜登的面前。拜登一旦签署这一份荒唐而野蛮的法律，就要生效，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罕见的恶劣的典型。我们还不知道拜登会否签署这个法案。如果他拒绝签署的话，那么肯定会遭到美国激进派反华人士的指责和谩骂。实际上已经有相当多的美国强硬的反华分子在指责拜登对中国太软弱。如果深挖一下背景，就会发现其中很多人是为了台独当局的利益来说话的。其中不少人公开表示美国应该立刻表明态度，一定会出兵保卫台独政权，武力阻止中国的统一。那么拜登会不会签署这样一份充满了谎言或歇斯底里的法案呢？我们感觉就算拜登想要保持一定的理智，也很难挡得住国内的这种非理智的反华浪潮。其实所有提出或支持这份法案的美国政客，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糊涂虫，而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今天的美国社会当中，反对中国甚至是反对亚洲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虽然在美国的亚裔人士努力通过舆论的渠道来反对这种疯狂的行为，但是现在看来收效甚微。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美国的统治当局试图用指责中国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在内政治理上面的全面失败。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方面虽然历经几届政府采取了形形色色的经济政策，但是一直都没有真正的走出危机。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社会体制和经济机制的不合理，让处在垄断地位的金融寡头获得了太多的利益，而普通的美国人却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美国政府没有能力触动这些垄断集团的利益，只好一次又一次的采取开动印钞机的方式，通过扩大政府债务的方式饮鸩止渴。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当2008年小布什政府下台的时候，美国的国债大概是10万亿美元多一点。到了拜登政府上台的时候美国的国债已经扩大到了22万亿美元。谁都知道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危机总有一天要爆发的。那么在危机爆发之前，赶紧找一个退罪羊，转移美国人民的怒火，这就是政客们唯一能做的事情了。新疆问题一直是美国多年来搞乱中国的一个抓手。很多研究者都指出，发生在新疆的暴力恐怖事件，海外新疆叛国者的反华举动，背后都有美国政治势力的影子。新疆问题在美国的对华战略当中起起伏伏，有的时候会占据中心地位，有的时候会退居舞台的边缘，把主角让给台湾问题。如今美国政坛又把新疆问题拿到聚光灯下，很显然是在别的战线上撞得头破血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反复制造危机，试图让中国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被迫进入一场不恰当的战争。但是这个阴谋一直没有得逞，所以美国才会重新把新疆问题捡起来，用立法的方式试图打击中国在新疆的社会治理和经济建设工作。但是这样的策略到底把谁逼到了墙角呢？当然不是中国，因为中国遭受美国形形色色的制裁已经习惯了。真正被逼到墙角无路可走的是众多的美国的这些进口商们。如果要严格执行这个法律，美国就必须切断从中国的所有的进口。如果没有中国的出口，美国人不要说什么感恩节、圣诞节，就是连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用品都没有地方去供应呢。所以这一份法律等于是把美国供应商逼到了墙角。如果说拜登政府开印钞机是饮鸩止渴的话，那么
禁止从中国进口，就近乎是自己主动的吃毒药了。当然，美国政治高层的作死是任何人也拦不住的，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一步一步的走向深渊了。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